好，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竞争非常激烈。最新消息是，比亚迪跟京东合作他们的签约仪式也盛大的举行了。那必须讲这个京东是电商嘛，跟比亚迪如果强联手的话，恐怕未来比亚迪又会如虎添翼。而另外，我们看到专家讲了，10年之后全球电动车有10强，全球的10强可能中国大陆会占一半。并且呢，这是蔚来汽车的 CEO 他自己说，他看好了2家，包括比亚迪，还有包括富豪在内的吉利控股，可能会在前10强里面占2席。而另外，我们看到比亚迪的巨轮登陆外邦宾士就说能不能够把这个比亚迪的进口关税调降那他讲的就是欧洲的部分，因为欧盟他认为如果欧盟降低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的话，那么当地的企业啦，还有当地的民众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这个车辆，更好的产品，这是市场经济可以让竞争来发挥作用。如果你用高关税挡它那本土的企业或是原来的企业不见得会好好的发展。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巨擘应该是特斯拉可是最近特斯拉是不是遭遇到瓶颈了呢？我们看到今年特斯拉的股价已经大跌了32%瑞银就说电动车的需求现在已经慢慢的放缓了，需求没那么大了。那中国的竞争对手全球市占率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有可能这是一个超级的一个竞争对手过来了。那价格战现在也在开打了。特斯拉呢调涨了它的售价，欧美多国的 Model Y 它的售价至少多了3万。马斯克的说法是这个是制造业必然遭遇到的困境因为有季节性嘛这个顾客需求有季节性，可能在某一些季节买的少，那我们需要持续生产，所以价格都会有一些调涨或者是一些调节。而另外我们看到在美国美国包括 TikTok 的事情那怎么样善了呢？现在的最新消息是，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他就说这个白宫支持众议院近日通过有关 TikTok 的法案，促请参议院迅速赶快来处理而且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用极悬殊的票数352对65票嘛所以呢，希望TikTok 在165天之内跟中国的母公司来剥离，否则就要颁布禁令。这个禁令是禁止令吗？我们看到可能美国要下手强制出售 TikTok 吗？可是中国可能反对，他宁愿不进去中国市场，他从中国市场来抽离，他也不愿意美国把他这个 TikTok 可以拿走。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像这样的安全国安因素不断的加诸在一个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恐怕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里外都很难做。这个 TikTok 也对其他的中国大陆的企业产生了一个示范的作用，或者是给他们一个这个明灯所以中国大陆的企业现在也慢慢的不往美国上市了过去我们看到2018年到2021年，每一年大概有18个企业中国大陆的企业在这里上市，到了2022年剩下了3个所以慢慢的他也不选择到中国大陆去上市了。而另外我们看到王毅他风尘仆仆，最近是往南半球走，他跑去纽西兰、澳洲启动他的外交战那澳洲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来，所以他也释出了善意，取消了中国大陆的风电塔反倾销的措施。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亲中的前总理在欧洲他叫廷吉，他也意外受邀会面。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澳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恐怕也会有一番的调整。而王毅尽管他已经高龄70岁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年一直到5月他的这个所有的出访行程排得满，1月到非洲去，2月到欧洲参加慕尼黑的安全会议，然后到了德国、法国、西班牙，他都走了一圈，3月到南半球的澳洲、南太，5月习近平的重头戏来了，他要去欧洲，所以看起来王毅他有的忙了。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包括中国大陆的商战跟外交战。这个抖音事实上现在参议院的意见不太一致，那有一些
人认为就是要听多一点意见。实际上已经有好几个参议员表态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伊丽莎白华伦啊，她不是出来参选过总统嘛，那他就说，那个如果要进，不能只处理抖音啊，各个外国的 social media 都要处理啊。那也有一些人说6个月太短啊，要更长的时间。反正那有一些人就认为根本就违反你言论自由了啊。那目前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事实上在2020年就通过了一个禁止出口的技术目录啊。那抖音是属于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这个是不能出售的，所以事实上不可能卖了，也卖不了，不能卖啊，不能卖，违反中国政府规定所以他要么就是直接禁掉，所以现在美国就碰到两难了，因为美国众议院是不是真的要把它禁掉不一定，美国众议院事实上主要是说你不能够中国的股权在幕后控制啊，那可是呢，你如果没有字节跳动提供的研究的技术啊，你抖音根本就不会那么卓越了，抖音就是因为它的数据演算很厉害嘛，就好用，又快又准嘛，所以你很容易找到你的同温层嘛，跟类似的资料嘛，那如果没有技术的提供，你怎么可能会有好的表现呢？所以这里，然后因为今年要选举了，也没有人真的要去得罪那么多年轻人了，因为美国登陆的抖音的注册者有1.7亿人啊，那靠它得到收入的超过700万人，那美国也有做民调啦，因为大概有一半的人没有用嘛，所以53% 的人主张要进，可是呢，18岁到25岁只有1/3认为要进，所以你等于是得罪那2/3啊，所以你说拜登到最后敢签那个字吗？因为我认为川普会故意站在他的对立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YouTube 跟 FB 啊，两家公开说他反对川普，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川普就会故意站在一个比较有制衡的一个角度了啊。那事实上推这个法案最用力的是北美犹太人协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巴勒斯坦很多人要登录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都透过抖音跟 X 啊。那因为抖音很多人在看嘛，所以以那个犹太团体他们就去做调查，说大概在抖音上面亲巴勒斯坦的内容，大概是亲以色列的内容的54倍啊。可是这个可能就是世界的真相啊。因为现在全世界大部分都在同情巴勒斯坦啊，所以我认为会随着这个以巴战争啊，逐渐以色列被国际舆论啊所批判啊，那我觉得这个舆论会慢慢转向，所以你说参议院，我认为参议院不会很快就排这个议案，他们会 hold 一阵子，那 hold 一阵子之后，如果他们还有自己的文字版，你还要跟众议院并案，那真的通过之后，考验拜登签不签字，那之后还要等165天。所以真正落实恐怕已经选完了。来舰长，事实上来讲，2013年的8月啊，澳洲就已经对于中国以及对于韩国它的一个风电进行反倾销调查，而且在2014年的4月啊，确定了他们其实就是实际上对于澳洲进行倾销，所以实际上开始征收反倾销税。但是韩国它在2019年的4月已经从这个名单上面剔除了，也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大陆是还在收这个反倾销税的。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也就是澳洲工业科技部部长他已经确定了，在2014年，也就是2024年，也就今年的4月16号这一个那个反倾销税结束之后，他就不继续的执行，也就是为了王毅他要前往澳洲呢，其实已经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气氛了。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这样讲也就是澳洲那个
王毅这次要前往澳洲啊，他们中国大陆呢，他有请，也就是前总理基廷来一起那个接受会面啊。那其实呢，如果以我看的《澳洲人报》，它这个非常极右派的报纸，它其实是非常反感也非常反对的。但是从极右派的报纸，你就会看到真相，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那个基廷他的路线反而是有利于中澳合作的。那也就是说，目前预定在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的第2天，也就是王毅见过艾班尼斯之后，他就会与基廷见面了。那这个基廷呢，其实他被称为叫做理性之声，他一直反对澳洲加入 AUKUS。也就是说，这 AUKUS 我们现在看起来像一团迷雾一样。为什么？因为美国自己他已经快要连他自己的战略核潜舰都打造不出来。他说现在他要帮那个澳洲来做，但是澳洲的问题在什么？澳洲的问题在于他的大学对于这些核工系的学生，他1年毕业的学生不超过5个。而且你确定这些学生他愿意进入核潜舰吗？不一定啊。也就是说，现在不但是要打造核潜舰有问题，核潜舰的官兵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下去啊，也就是这 AUKUS 也不过就是美国要澳洲来出钱，然后要出力，然后来那个抵制中国而已。但是现在看来，艾班尼斯的现任总理，他的路线可不是如此。来，彬哥，我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当然目前看起来大陆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可是说真的，现在科技竞争这么激烈，像日本这边的车厂还是压注在氢能车上面。对，那他们最近也一直在放消息说他们又获得了什么什么突破，所以未来是不是一定是这样？这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到底进展的如何，因为最近也有一种新的说法是说，他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电池，比亚迪的那个电池储能更高，所以这个就在看嘛。但是大家看那个宾士这个 CEO 挺好玩的，他好像一副非常大义凛然的说，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这种降低关税，应该要刺激我们自己的汽车产业竞争力成长啊。其实他也是故意这样讲的，那是因为他们宾士有1/3的市场都在中国大陆所以他怕万一德国采取这种提高关税之后，怕中国大陆报复，或者中国大陆政府不报复，可能民间报复。民间说，而且他不做电动车，对啊，对他来讲没差。而且他认为比亚迪的市场定位跟他是有差距的，所以他不在乎嘛，冲击不到他。对，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讲话嘛。那导致现在被比亚迪冲击最大的大概就是特斯拉。可是我觉得特斯拉如果想要去跟比亚迪拼 CP 值，那他是不会赢的。所以他应该要想办法去产生它的车子的另外的价值，对，而不是 CP 值。你 CP 你看比亚迪一下子大降价，一下子又涨价，你这样搞得消费者反而更不想买你的车，因为买你的车没保障，好像我买了几天马上贬值。特斯拉啦，对，特斯拉，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斯克自己要去想清楚。那至于 TikTok 不可能会卖的了，我更不认为他绝对不会卖，他绝对不会卖，他宁愿被你封锁，被你封锁，反正现在年轻人都会用 VPN， 都会爬墙出来看了，也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来看我大陆版好了。但是我必须讲，为什么会 TikTok 上面你会觉得说好像赞成巴勒斯坦、同情巴勒斯坦声浪会远远大于以色列？那是因为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在 YouTube 全部都在全面封锁对以色列不利的消息。他们在 ban 这些画面。不信你自己去脸书或者其他去发那种对以色列不利的消息看看，都发不出去。对，要不然就是没什么人看，因为他直接把你挡掉。对，就是这样子，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嘛。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想要靠这一招去挡住，这个是挡不住的而且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都已经在变了。那至于说现在美国，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把它拖到选举后。我觉得，因为 TikTok 这个事情真的，你要一下子得罪这么多的年轻人。对，拜登恐怕也不会轻易做这种动作，我认为他会持续拖延下去。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哦，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刚刚落幕，普京毫无意外的又拿下了总统宝座，他拿下了87%的选票哦，有望成为
俄罗斯200年以来执政最久的领导人哦，这是成为史达林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俄国领导人。他的胜选演说大大的称赞中国很成功哈，那批评美国的体制是一大笑话。而另外我们看到了呢，他的胜选感言也提到了中俄共赢哦，那非常强调他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合作的关系，经济同步转型，并且指出来“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哦。然后呢，也特别讲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创新。转变哦，那可以强调两国的友谊会长长久久。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包括这个我们知道俄罗斯现在还在跟乌克兰有战争嘛哦，所以如果美国和北约攻击俄罗斯，中国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干预了呢？就是来自于印度媒体他的一个报道，他说中国大陆国防部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示一个代表私下这样讲，如果美国或北约要攻击俄罗斯北京已经做好准备，他会参战。如果真的这样，那不就是变成世界大战了吗？所以你看到这个标题，距离第3次世界大战仅一步之遥普京也硬起来，他警告北约如果你胆敢过来进犯我那么就不要怪我无情无义了你看到，如果俄罗斯北约打起来，美军也参战，中国也参战，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的混乱。德国的机密情报有这样的一个情报，他说普京最快2026年会对北约开战，哇，那是2年后了吗？并且呢，这一份情报分析报告里头还说俄罗斯未来5年之内军力会翻涨1倍武器上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进展所以呢会对北约发动攻击。不过这都是一些各种的报道，大家参考看看。而另外马克宏怎么搞的？他性情大变了吗？还记得他前一阵子有暗示或者是说北约的军队应该要进入乌克兰来帮助乌克兰。最近呢，他又暗示法国将派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去吗？因为我们知道法国即将要来主办奥运，2024年的夏季奥运，他就讲了他会要求俄国在奥运期间停火未来的某个时刻，法国将不得不采取地面行动。所以他这一番话会让很多欧洲人说，他是不是变成超级鹰派了那肖兹的德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感觉好像相对于法国来说法国变得很好战，肖兹反而比较温和所以欧盟到底这些内部的成员国到底是怎么想的？北约这些成员国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中美俄在非洲的势力现在看起来也有此消彼长的这样的态势，包括你看到尼日撤销美国海军基地协议，向俄军敞开了大门。好，那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个美国在非洲行动能力留下了很多的漏洞那俄罗斯进一步可以来补足这个美国离开的这样子的一个漏洞，也不断增长的驻军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打开了另一扇门。而另外我们看到肯亚又有一些新的改变，这是肯亚共产党副主席他表示，中国是美国剥削的反作用力。看起来在这一片过去大家称为黑暗的大地非洲在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也都有一些竞逐的一些动作。来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法国本来就是欧洲最会吹牛的国家啦所以他随便讲的欧洲国防军，法国大概已经主张了30年了，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那我再讲一个数字欧洲各国就是支援乌克兰，他所花的钱占 GDP 的比重德国是0.43法国只有0.2。讲话讲那么大声，我说德国就是笨。德国出大钱给武器，北溪也被炸，到现在还被马克龙超前在做舆论秀，就是这样这个法国绝无可能出兵乌克兰我跟你保证100%是吹牛啦。他实际上是要什么？他就是要普京在7月26号奥运举办之前，赶快跟乌克兰停火。他实际上就是要这个，所以他要讲很大的话，让俄罗斯注意到他。
所以普京在第一时间就给他说，你只要派兵到乌克兰，我就用核武对付你，啊。事实上，他后来他又讲啊，说我7月26号要办奥运嘛，因为今年奥运在巴黎嘛，所以坦白讲，他是面临了一个困难的选择啦。你要不要让俄罗斯参加？俄罗斯已经被制裁很久了，那巴黎奥运你要不要让俄罗斯参加？坦白讲，我是觉得这个叫做先硬后软啊，他就是希望跟俄罗斯好好谈一谈。那因为最近也传得出了一个消息，就是习近平很可能5月会去法国吧，对不对？那我认为重点也会是俄乌战争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会玩政治啦，你知道？像你说马克宏哦，对了，就不会像那个肖兹哦，就是老老实实、傻傻的就这样一直给钱啊，然后北溪被炸了，有苦难言。他不是啊，他在玩大政治啊，因为奥运就是一张牌嘛。我可以邀请你俄罗斯参加，那是不是你也弄个俄乌要停火的一个感觉嘛？那5月我再跟中国联合来做出这样的呼吁嘛？所以我是觉得它是有步骤的啦，在慢慢酝酿这个议题啦啊。不过俄罗斯我是觉得现在已经应该要叫做普京大帝了啦。我认为他在这个刚当选的演说就把中国捧上天哦，这个意味着他跟中国未来这几年会有非常多的合作了。我们目前已经听到好几个了，就是他希望能够增加那个人民币发债券，他已经要直接跟中国来谈这件事啊。那西伯利亚铁路要有一个新的支线，那希望从西伯利亚铁路到中国的运量能够增加1/4啊，然后西伯利亚开发计划1600亿美元，中国不是要协助吗？然后还有共同去开发北冰洋啊，因为今天传出一个新闻啊，因为有记者就当场问普京台湾的问题啊，结果普京竟然当场说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大概很少听过大国的元首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了，就表示他跟中国已经完全要结合了啦。他也有求于中国，当然是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踩死嘛，就是台湾问题你就不用烦恼我这边了啊。那他大概跟中国大陆也会在军事上做密切的合作，我认为甚至还会包括军事技术上的合作。因为他的作战舰也想让中国来帮他盖。因为他的造船厂在乌克兰，所以我跟你讲啊，未来中俄联手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出现很大的一个发展。这个倒是会变成全世界一个新的议题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非洲的大国竞逐？基本上来讲，中国已经连续34年啊，也就是每一年一开年第一个访问的都是在非洲。今年王毅已经访问了埃及跟突尼斯等国家。那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下面这张是2019年。解放军阅兵的照片，那我们再对照上面的这张照片，大家会不会觉得这2张照片非常的相似？其实这上面这个不是解放军，上面这个其实是卢安达。意思是什么？一个国家哦，它只要是军售甚至训练都交给一个国家来负责的话，也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互从的关系。那这个问题呢，在非洲非常明显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啊，那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到啊，那它其实是3个曲线，以这个最深蓝的这个颜色呢，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援非的一些款项。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浅蓝的这个其实是世界银行，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疫情前，都是中国大陆援非最大的一个国家。那而且它援非的国家，它
如果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因为由浅到深，也就是金额从少到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他对这些国家并没有说，除非你这些国家原来就有一些殖民母国的一些往来，其他的只要愿意跟中国大陆交往的，他都愿意提供相对的一个资源这个也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出了非常多的书，也就谈到说，其实现在在非洲这个黑暗大陆，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商店，真正的原因那至于说，法国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应该是他仇俄是最严重的一个国家，那也就是说，他之前马克宏说北约可能会派部队去那北约现在到底有没有部队在乌克兰呢？其实是有，还记得吗？1月的时候，法国他就已经有军官在哈尔科夫阵亡，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呢，英国才有40个那个官兵呢，在阿夫提卡夫在维修这个爱国者飞弹的时候呢，也是整个被团灭所以我们这样讲也就是说，这一些北约的部队，其实他们都用巧立名目，就是先退伍，然后退伍之后呢，实际上加入外籍军团，然后再进到乌克兰去，这个其实已经快要满足普丁使用核弹的标准了。好，我们赶快进一下广告。好，普京又当选了，普京大帝时代来临，来。他这个时代已经持续很久了，然后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也流行台湾梗还87%的得票率也蛮好的。那当然大家都不意外，他本来就会当选这个就是一个过场嘛。只是普丁他这一次他把对中国大陆的调子拉得这么高，我觉得就是他几乎等于是在跟全世界宣告，以后他就是往中国一面倒。那这个其实当然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乌俄战争确实让俄罗斯遭受到很多的内部的一些冲击，所以他必须要赶快有一个强力的盟友站在他旁边我个人是认为这样。然后因为他不断的去警告这种核威慑的这种东西，其实也会让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他在传统军力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强。我认为他已经有点接近枯竭，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比欧洲这几个国家强了，因为欧洲这几个国家，你看他们叫了个半天，说不断的把武器然后金钱然后往乌克兰输送，可是到现在，欧洲这些国家每天都在叫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发生了，那你们增加生产军事武器有哪一个国家动了吗？一个都没有，还是维持一般平日的这种生产状态那你这样子，那你们一直在叫，你们是怎么样去跟普京竞争呢？我真的不懂。那至于说他们现在一直在讲说2026普丁会直接进攻北约，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普丁为什么要去进攻北约，我都不懂。难道他不知道北约有美国这么强大，还有核武在等着他吗？俄罗斯有核武，北约也有所以大家都有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东西，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那我认为马克宏就是看准了，大家都不敢动，所以才故意这样讲，然后讲的一副好像他才是大义凛然的。然后又是欧洲盟主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敢动他真的不然马克宏你不用叫，我相信你现在直接说你要派军去乌克兰保证欢迎，那你就派那为什么你讲了好久嘞？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对岸的城市发展和我们台湾的城市发展有什么样的比较呢？其实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人，也许你自己心中有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把焦点放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今天在网络上有人看到 PTT 这一篇
报道这一篇所谓的贴文，那也有一些媒体，我们的友台把它截录下来哦。他看到的是说，这一位年轻人跑去对岸这个旅游他惊呼啊。中国大陆其实不穷啊如果你只信或者只看某一些媒体的话，你会以为中国大陆很穷很穷，因为这些年轻人显然可能是第一次去中国嘛他说3线城市都赢台北。那当然，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城市可是那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表述，他自己的感想还记得吗？钟明轩在过年期间跑去中国大陆旅游，到了北京，到了上海，他写了一篇这个游记，他写了好几篇的 YouTube 的影片，结果也被大家挞伐。其实不必挞伐啦，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值得尊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PTT 里面的内容。他说，最近认识很多台湾200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到中国旅游后都大改观。原本以为中国很穷，没有想到发现中国的城市建设赢过台湾很多，就连3线城市都赢过台北。不要再看不起大陆了那底下当然有啪啪啪啪啪一大堆回音一大堆的这个回文那也有人说一堆台湾人只会嘴硬说大陆只有强拆，只会强拆所以改建东西快。结果问他们怎么大陆会有钉子户，因为必须讲还是有一些钉子户嘛，那又很难讲，又哑口无言，又对不上话所以那当然有一些贫富差距也蛮大的啦。如果公平的讲，有一些中国大陆很贫穷的地方，它的这个城市建设或者是贫富差距也是很大。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问题，我们台湾有台湾的问题，只是不要一味的把这个人家进步的地方打成不好这个可能是我们应该要正视的。而另外发生在去年年底大概圣诞节左右，澎湖马公闹区有一群有一个这个斗殴事件那是3名姓吕的男子，其中1名姓吕嘛，有3个人我们台湾人在澎湖跟3名美国壮汉发生冲突。3名壮汉是谁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很壮，然后是美国人，后来打来打去闹上了法院。后来这个3名男子就我们在地的男子，因为打人吧，对不起，打人嘛所以他们也被这个法院有这个裁定了这个是伤害相关的罪行都已经判决下来了。那这起事件呢研发到现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是说，这3名美国壮汉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绿扁帽。于北辰将军说，美军的绿扁帽到台湾来指导我们的特种部队，他们有被下一个命令，就是不准跟当地的民众起冲突所以他们非常低调，一再退让。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新闻报道的细节，也是说3个美国壮汉没有还手他们被打嘛。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于北辰比较重要的是，他质疑3位在地的澎湖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去打伤美军顾问团的澎湖人，很可能是中国的第5纵队故意在台湾惹事营造美军恶行恶状的形象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很惊讶，哇，这个将军怎么知道这3个人是第5纵队呀？如果是第5纵队，我们的法院不是审理了半天吗？怎么都没有发现这个事实啊？觉得很有趣那也许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对岸，因为金厦事件渔船翻覆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岸来了很多的海警船，无视于我们的禁限制海域啊。今天 AIS 讯号显示，又有对岸的这个包括厦门海事局的海巡0807船跑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航行了，每天都来，好像加造咖一样所以我们的对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包括是不是有可能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模拟封锁台湾对金门的补给呢？因为廖罗湾在这里嘛，那你一直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海警船，是不是要截断我们的补给线呢？专家就讲了，这可能是在复制钓鱼台模式。大家知道，中国大陆也派他们的海警船到钓鱼台这个附近嘛，不让日本的船接近，因为他们宣称这个钓鱼台是他们的。那当然钓鱼台其实是我们的，好，是台湾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台湾有没有可能，当然有人会担心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这个包括这个加哈战争都还在这个进行当中以色列跟加沙中间的一些互相的攻击啦互相的轰炸的都还在
这个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加萨蛮惨的，基本上它就是被封锁起来，不断的被炸哦。那这个大概有170万巴勒斯坦人面临饥荒，占了加萨包括75%哦，3/4的加萨人现在都面临粮食缺乏的危机。更惨的是人道危机，到处都可以看到。加萨的孕妇生产没有办法完全麻醉，因为医药不足，所以新生儿频传、死产、夭折，非常的惨烈啊。而哈马斯所主导的加萨卫生部说，加萨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1645人，简直是人间炼狱了。而另外，万一我们台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我们当然不希望，可是现在民间有一些兵推，包括我们知道的陈永康将军啊，他所主导的跟一些民间团体的兵推 TTX 啊，在模拟啊，如果真的在2032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台湾能不能够安全度过？这个 Financial Times 也引据了哦，也在这个引用了这个兵推哦，他的结论是，台湾安全研究中心进行的这一次兵推，在北京实施封锁或是飞弹袭击的状况下，台湾的能源储备、电网还有储存设施跟危机规划都没有办法保证基本电力的供应。用大白话来讲，对岸封锁我们的电力呀，或者是实施袭击我们的电力设施的一些攻击，我们可能就无电可用了。如果中国拦截部分石化燃料的运输，战备储量，燃煤最多只能撑42天，天然气最多撑14天哦，没有补给进来，我们的能源的供给就有很大的危机哦，所以不管是电磁或者是网络攻击，都可能导致台北和主要的工业中心陷入完全的黑暗。这是我们台湾民间的这个智库所做的兵推的结论。那它的用意当然是要提醒蔡英文政府以及未来的赖清德政府要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很严重哦。那我们也知道4月份之后，台电因为不堪亏损，我们的电价可能要涨了。有一个模型推估出来，最有可能涨价的极限有可能会一度破8元。我们现在才3块多嘛，还是4块，我忘记了。如果一度电价要破8块，可能很多人会哀哀叫或者是付不起。那如果真的都没有电呢？那这个姿势体大，什么事都做不了了。那我们看中国大陆，当然它现在迈向一个军事强国的路途它正在往这个方向走。它的海上的军队的建构也非常的这个积极。我们看到他们在打造福建号的同时，也在建造第4艘的航母那我们另外呢，中国大陆的海军很快也会迈向遥远的目标瞄准航母就是为此而建造的。中国大陆有他自己的一个海军建制的节奏，美国也在密切的关注。美国的媒体就说，美国的海军庞大战舰时代或走向终结，有可能会走向终结，有可能被中国大陆取代吗？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包括俞北辰说的美军的绿扁帽跟我们澎湖当地的一些民众起争执，那些人有可能是第5纵队啊？有可能吗？俞北辰的公信力你可以相信吗？其实我们应该要问的是，那些绿扁帽怎么可以去不当场所啊？那请问美军的军纪在哪里啊？事实上，他们不变很低调。就是因为发生那个冲突的地方，恐怕不便让人家拍到吧。所以我说这个事情这个低调，坦白讲，绿扁帽是很厉害的啦，很精壮嘛。上次那个马英九不是那个亲戚回来协助救人，到菲律宾那位，那个就是绿扁帽啊。所以打架他们绝对不可能打输啦，说实在啦，就是因为低调啦。那低调我也不认为是因为碰到台湾人他低调啦。而是那个场所不太方便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还原真相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城市一般来讲它的规模都比台湾大啦，因为它动不动它那个2线城市有很多人口都在500万以上那另外一个是土地公有嘛，所以
它比较能够按照规划去盖了。比如说我们讲深圳啦，深圳你如果去过，你就知道它有一条深南大道，长26公里。你想一想，后来繁荣成1000多万人的城市，有这条马路啊，那就会变得很有气派嘛。我觉得主要是土地啦，因为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那它就可以按部就班。比如说上海有城市规划馆，它就可以按部就班来做那个城市的规划跟新建啦。那还有它的捷运也是标配，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发展的那个框架比较有秩序了，主要是这样啦。那台湾坦白讲，最美丽的风景还是人，还有那个小商店啦，而不是我们的市容跟街景。坦白讲，台北的市容是相当丑啦，招牌都乱挂，相当丑啦。我跟你讲，我去过亚洲很多城市，台北市真的是很丑的城市。可是台北市是一个很温馨的城市，很有内容的城市，那生活很方便的城市啊。那我还是最喜欢台北啊，就是小店很多啦，人很温暖、善良啊这一类的。不过亮哥，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标题是来自于友台三立新闻网，所以我们就想说，哇，三立新闻网这个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啊？怎么会下这样的标题？于北辰的说法才是政治正确吧？这个我不知道啦，人家三立有时候也会写出实际上的状况啊，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跑去大陆，然后他当网红，你知道吗？在拍那个大陆的实际的状况，所以我们台湾年轻人很多人都去过大陆了，你不要小看人家啦，所以这个你也骗不了人家啦，也不会去讲说什么没有靠背啊那一种啊，那个大概年轻人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了。这个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整个防御体系暴露在中国攻击下的脆弱性啊，那个面向实在太多了啦。你讲那个电网只是一个啊，那还有网络嘞，我们的海底的缆线啊，那还有你天然气要进口嘞，很多啦。我说实在啦，就是这个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了8年啊。那你既然要走这种路线，结果你把台湾发展成高度依赖外界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能源政策怎么可以规划50%的天然气呢？台湾没有天然气，那你就全部都要进口嘛。那进口你不是从中东来，就是从马来西亚来，不然就从澳大利亚来，所以你很容易被封住啊。然后你的储备最多就11到14天。那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嘛？所以我不知道一个主张抗中保台的政党啊，那搞出这样的能源政策，自己都不需要自我检讨啊！实际上核电就是最适合独立台湾的一个电力的体系啊，结果你偏偏要把这个独立的发电体系给废掉，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政策就是充满内部矛盾嘛。是来宾哥，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比的？台北居然在台湾都算是比较丑的城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是吗？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有什么可比性？而且说真的啦，我们的都市规划，就特别是台北这种相对比较老的城市，本来就很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这没什么好比的。那他们大陆很多城市，新兴的城市后建的，它就有比较好一点的规划，所以它会比我们漂亮，很正常。我觉得这没什么好奇怪。那台北的优势是什么？台北的优势是小吃多，很方便，超级方便。我想住在台北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不同的特色，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比的啦。那至于说那个澎湖那个东西，因为那3个特站的去的是一家越南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越南店，以为是吃河粉。对啊，就那家在澎湖是很有名的越南店。对啊，对啊，所以他才这么低调。对啊，那我不知道于北辰说他们刻意低调到去越南店是蛮低调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什么意思啊？可是军令应该也会下这样的军令，就不能到不好的场所。当然啊，讲当然是这样讲嘛，可是还是会偷去。对，当然多多少少都会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难免的事情。这其实对美军来讲可能算是个糗事，所以他也不太想去扯这件东西啦。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的禁限制水域，陈建仁那天不是讲来就驱离吗？人家来了，驱离啊，
没有驱力啊，所以我们做不到这件事嘛，就不用再去扯这个东西。那加萨走廊现在无解，可是台湾会不会变成加萨走廊？很难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兵推，都知道我们的电网极度脆弱。忘记815吗？不过是换错一张卡片，全台湾大停电。这个还需要战争吗？根本不需要。我们只要自己台电做了任何一个包，就会造成全台湾能源供应出问题。那这么脆弱的东西，不需要战争来磨练，我们连应付一般的都已经越来越吃力了。所以这是本来就要去改善的时代。那至于说美军庞大战舰时代结束了吗？真的吗？这个每隔几年都会有人来一个航母无忧论了。可是到现在美国还是不断在生产航母，大战舰要结束没那么简单。来，舰长。我2010年我有去过上海，也有去过杭州啊。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也就是台北快要输给杭州了。那时至今日呢，应该已经输给杭州了。不过呢，三立新闻啊，他愿意这样讲啊，其实勇气可嘉，因为我们平常的概念啊，也就是看三明治媒体啊，也就是看了这些媒体的新闻啊，如果不看会与世界脱节，如果看了三明治的新闻会与事实脱节。那所以呢，那他能这么讲，其实很带种，很有勇气啊。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海巡0807跟海警2304啊，那我再拿出2张图啊。那这2张图是3月16号的图。那这2张图代表什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海警2101，它也是直接已经进入金厦水域了。那我们又看到了那个海警2203，它走了，为什么？因为人家船多，它可以换防。我们呢，我们当然就是专门讲那个吹牛，也就是我们讲说呢，我们有大型船舶啊，2000吨的台南级啊，以及4000吨的嘉义啊。那你现在派了没？你没派，为什么？你只要派了，事实上来讲，实际上都会造成那个兵力派遣的困难啊。另外呢，现在在讨论说，我们现在在金厦海域是不是所谓的钓鱼台模式啊？其实不是钓鱼台模式。为什么不是钓鱼台模式？他这边讲到说，就是这篇新闻讲到说，中国海警船啊，实际上它是要建立管辖执法权，然后支撑它的拥有的主权。如果没有主权，哪来的那个管辖执法权？所以英国要搞清楚，它最主要的是有主权的。为什么？因为金厦包含乌丘，都是在中国那个领海基线之内，那个叫内水。所以我们一天到晚都讲两岸关系条例，两岸关系条例是什么？是国内法。我们又说两岸互不隶属，那我们怎么可以拿我们的法律去约束大陆的人呢？所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通通都是那个法律的认知错误。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不是没有解决之道的。